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Polly，欢迎跟着 Polly 一起 Clean Data。那上一集我们讲了群组资料，这一集我们要来看分割资料。那在做分割资料上面呢 ，Tableau 这边也有一个蛮简易的分割的方式。那我们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自动的分割跟自定义的分割。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资料的切割呢？你看哦，有时候我们从一样是系统接收到的资料，它可能就长这个样子，很规则的哦。你可以把它想成，它有点像是我们的身份证字号，它有 ABCD 开头，然后后面接了一堆数字，它其实是很有规律性的。那像以这个来讲的话，它前面它在这个 Customer ID 我把它带进来之后，它前面两码是英文，中间用一个 dash。后面接数字，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呈现它的这个栏位的资料以及它的数值。那在这里的话，有人会告诉我说，哎，老师，我的资料长这个样子，那其实我的 AA、AB、AC，它们可能代表着是不同的含义。那我就说，那你就把这些前面这两个拆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编辑。那在这边我们要把 AA、AB、AC 跟数字去做一个拆分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很简单，我们在这个Customer ID 这边，我们可以按下这个右键，然后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会有一个叫做转换，然后这里就会有个分割。那我们选第一个的话，其实它就是做一个自动分割的动作。那很简单，我们把它按下去之后，你会发现说，我做了这个分割 ，Customer ID 会跑出两个栏位，前面如果有等于，就代表说这个是原本的资料来源没有的，那是我们做的之后它才跑出来的。那我们把这个分割1跟分割2选进来，我们的视窗你可以看到，它会依据这个 dash 把它分成两个半边。那当然，你也可以进来看一下它的公式是怎么算写的。它会用这个函式去包它原本 split 这个函式去把它包含。那它其实是用这个 dash 去把它做分割，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它是已经聪明到帮你写公式去做一个分割。那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当我分割完了 AA、AB 之后，如果我的 AA 我希望，我们来命名它的栏位，例如说，好，我们先做后面这个好了。我们看到这个 AA、AB、AC，它其实有不同的意义哦。例如说，我这里把它按右键编辑别名，AA 对我来讲，它可能会是好，台北好了，我把它改成这是台北。AB 的话，也许它对我来讲是台中，这个我是举例啦哈，就是看你们现场的实况状况到底怎么样。然后 AC 可能是高雄，好，那我把它做完了这3个之后，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的资料分组，你有没有看到刚刚原本这边的 AB， 它在这里，因为我做了一个重新。就是别名的部分，它就会变成的这个方式。那你说我一定要开新一页吗？没有，我也可以在我原本的这一页直接按编辑别名，哦，这个也是可以的。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做了这件事之后，我是不是可以用我分割后的结果去做筛选条件？因为原本你其实是看不懂这个 AAABAC 这个编码哦，尤其你拿到如果是机台资料的话，你更是看不懂。那所以你必须要去做一个转译的方式，转指的就是重新解释的这个方式。那这样的话，就是每一个人类都看得懂。那我里面我可能只筛选台中跟高雄。略过台北 ，OK， 那我就选到我想要的资料，是不是可读性变很高呢？好，那再来的话，我们来讲第二个情境，这个自定义分割啊。什么叫做自定义分割呢？我们刚好这个资料里面有个叫做 customer name 的，那在这个 customer name 里面呢，我们可以自己去定义说，我可能不需要到2个栏位啊，我可能只需要到第一个栏位，或者是后面这个栏位就好了。那以外国人来讲的话，他通常这个是前面是名字，后面是姓嘛，那就看你现在要取姓出来还是取名字出来。那一样我们在 customer name 旁边这里按下右键，那接着一样是转换，在做自定分割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们这个视图，你想要用
哪一个栏位来做分割呢？因为这资料很简单，它只有空白，所以我直接按一下空白键就好了。那我在分割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说，哎，我要第一个栏位，或者是最后一个栏位，甚至我全部都要。假设它有3个音节，那假设我们是要把它的姓氏取出来，那我就选最后，这里就选1。那如果你这里选全部的话，这里就不会让你选了。好，那我们这里选最后。好，那我们按下之后，按确定，看你可以达到什么。我看到我 customer name 被分成。我们刚刚的规则是我要取后面的第一个嘛，好，后面的第一个不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姓氏就被我取出来了吗？好，那我取出姓氏之后，我要怎么样让我可以做一个重新命名？因为我在这边重新命名就是 OK， 我就把姓取出来了。那在这边的好处是，我把这2个对调，我可能就看到，哎，同一个姓，但是有不同的名字，类似这样的方式，我又找到我资料的一些在编辑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一篇，我教了大家在做资料分割，我们可以做自动分割，自动分割完之后，搭配我们的筛选条件，我可以筛选到我要的资料。那在做自定义分割之后呢，一样我们也可以去把我们的姓把它拉在我们的筛选条件里面，按住 Ctrl 把它放过来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再拉2次，那你就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姓氏进来。OK， 好。那在这里的话，你会发现说，我们不会只有做单纯的资料分割，我们还会去做一个重新命名的这个部分。那这些内容都是让我们在做资料的呈现跟显示上面是更加的清楚的方式。OK， 好，那这个就是在做资料分割上面的一个小教学咯，希望大家会喜欢资料整理的这个 part。OK， 好。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喜欢的朋友的话，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哦，谢谢，拜拜。